组长在办公室谈恋爱，我看得可清楚了。一个男人昨天陪夏组长加班到半夜，还一起吃了宵夜呢。哎，那个男的你认识吗？没看清，但夏组长说了是场户。丁丁哥，上次开会是我没有准备好，这个是我做的关于快捷酒店电子商务业务的报告。王经理有看过吗？还没。你先给他看，看好以后再给我。哥，麦会这么认真，你就帮人家看一下嘛，看一下。去吧。麦慧，你们部门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好玩的事儿没有，哦，但是有件事儿大家倒是讨论的挺厉害的。什么事情啊？说出来不太好，是关于夏组长。有什么不太好的呀？说出来听听嘛。夏组长他好像跟酒店的员工谈恋爱了。是吗？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好像有人看到他跟一个男员工在一起加班，还一起吃了夜宵。挺好呀，大家各自追求各自的幸福，多好，是吧，哥？吃饭了。盛总，出事啊？我已经让大家停止了 APP 设计的所有工作，那之后再考虑是不是要重新设计或者是再修改。那些信息确实是在我的电脑里面，是我的疏忽。如果我当时给那些文件加了密，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了。你也不用过分的自责。他们存心要偷的话，不是一个简单的密码就可以防范的。但是啊，知道那些信息在我电脑里的人并不多，我觉得很可能就是酒店内部的人。我也这么觉得。那谁会把这些信息泄露出去啊？停止所有 APP 设计，谁会是最大的受益者？朗月，为了抢占市场，他们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金总，App 的设计师找的怎么样了 ？App 设计师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设计了。哎，那就好。长沙 App 的设计信息全部泄露了，他们势必会停止现在全部设计工作。这对咱们朗月来说算是个好消息，至少咱们的 App 设计与长盛已经同步了。啊。也算是老天帮了咱们一把。我觉得这个间谍就是我们自己人。自己人？是不是你啊？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我又没有动机。那不是啊。说到动机，我倒觉得夏组长有点奇怪耶。对了，我想起个事儿。夏组长那天不是说跟他一起加班的人是市场部的吗？我去打听过了，根本没有这个人。所以，夏组长会不会是因爱生恨，想要报复我们盛总啊？那天我看到的陌生男人，不会是同伙吧？不能吧？走。有件事儿，我想问你。什么事啊？没事儿。
你是想问我长胜的事情是不是我做的？你怎么知道？看样子我这坏人的形象是真的深入人心了。可是我告诉你，长胜的事真的跟我没关系。怎么，你还不相信啊？我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找设计师做 APP， 你是看见的。你这个人努力归努力，但不妨碍你在别人的路上使绊子。那倒是，竞争嘛，最大限度的甩开对手，那也是应该的。不过，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做的，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怎么做？我至少要做到让别人不会怀疑我。敢做不敢当。那是因为我在乎你。我答应过你，不能再做个坏人。我想守住这个承诺。主要是因为那天晚上你给夏小姐送宵夜被人看到了，夏小姐没有办法解释，流言蜚语越来越多，最后导致整个电子商务部都觉得偷资料的那个人就是夏小姐。帮我通知电子商务部的王经理，我要开个会。夏组长，你过来一下。啊，这什么情况？夏组长怕是在长生待不长啦。今天呢，我要讨论一下办公室霸凌的问题。因为我们酒店的 App 设计遭到泄露以后，在场有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夏组长。就是因为有人看到有一天晚上，有一名酒店的另外一个员工与夏组长一块加班，简直荒唐。在这儿我要澄清一下，那天与夏组长一起加班的人就是我。我跟他以前是一对情侣，虽然分手了，但我还是爱他，是我纠缠他。所以，如果他是间谍的话，那我只能是同谋了。好了，接着忙吧。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你干嘛说出那样的傻话？我本来就很反对我们俩分手，然后又让你受了这么大委屈，我哪能舒服？
但是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抓住那个真小偷，而不是保护这个假小偷吗？其实我想了个办法，也许可以抓到那个人。什么办法？需要你的帮助。大家听我说一下，警察在夏组长的电脑上检测到了小偷的指纹。等一会儿呢，大家都来会议室，警察需要采集大家的指纹，以便筛查。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不会让他们抓着把柄的。那就好。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让 Apple 上线，先尝上一步抢占市场。按照现在的进程，我们 App 上线的时间应该可以赶上厂商。小刘，你怎么不坐电梯啊？这么着急去哪儿？我肚子不舒服，去趟医院啊。你把资料卖给谁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联系。我把资料给他，他再给我一笔钱，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知觉，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你小心点儿，忘了你还有身孕呢。你不是继续要1个月的吗？体检结束了，我就立马赶回来。对了，毛毛，宝宝的生活用品准备了吗？现在会不会太早了呀？早。我看你店里不忙，要不咱们现在去母婴店看看吧？你才回来，不要休息一下了吗？不累。那好吧，走吧。走。还是你有办法，知道把他给炸出来。不是我有办法，他又不是惯犯，下一下肯定慌了。我说实话，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利和资本，但是也有可能是利和资本和朗月合作的，因为朗月是最大的受益者，你觉得呢？我觉得也是。但可惜了，刚刚没有掏出证据来。做的已经很好了。什么事儿？没事儿，您先忙，您先忙。他不会发现了吧？沉不沉啊，老公？不沉。跟我拿一个吧。不用了，不用。哎呀，我拿一个吧，不用啦我现在又不是什么都干不了。哦，对了，咱们还得去趟超市，给宝宝买的东西都有了，给你还没买呢。不用了，我们先回去吧。不行，怀孕你最辛苦了，给你买点营养品。走吧。针对后续的工作安排，大家还有什么看法？夏组长，您说说。既然信息已经泄露了，那我觉得我们的 APP 就一定要推翻重新设计了吧？我反对。首先，重新设计需要花费大量的经费，这还不是关键，最关键的呢是时间问题。朗月那边也会推出他们的 APP， 在时间上我们真的非常的紧迫。王经理看一下，这个大家也传着看一下，这是我收集的一些网友的真实反馈，我觉得里面的很多建议还是很有用的。
比如说啊，在我们的 APP 里面加入社交功能，那客户们就可以去讨论我们的 APP， 讨论我们的产品，他们可以晒图啊、晒评论，甚至可以分享自己的生活。其实，这次 APP 的设计信息提前曝光了，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大家也因祸得福嘛，可以提前知道客户们的真实反馈。所以呢，我们只需要在以前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就 OK 了。夏组长的提议非常好，我看咱们就这么干吧。感觉这个围兜好像不是纯棉的，可以淘汰。哎，这个勺子是什么材质？硅胶的。我听其他妈妈说，硅胶质地的柔软，不容易伤害到宝宝的嘴巴。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硅胶到底是不是无毒的。就算是无毒的，它在运输过程中要是被污染了怎么办？这勺子先算了吧。老公，你太紧张了。我这不是第一次当爸爸吗？你不担心没有经验，怕照顾不好宝宝？有点紧张。老公，你太可爱了。哦，对了，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梦见咱们的宝宝摇摇晃晃就走过来，就吧唧一下就摔地上，害得我心疼半天。老公，怎么了？没事儿。怎么又来了啊？你不用紧张，没人知道我来。就算被人看到，我觉得也没有关系。都已经跟他们说了呀。虽然啊，咱们俩分手了，但是呢，我对你念念不忘。现在是我对你纠缠不放。纠缠不放，给我买的什么呀？您吃点吧，剩下的工作我来完成。哎，你前面不用看了，我都看过了，你确认后面的就好了。这次 APP 要上架的产品啊，大部分都是长生自己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和其他厂商合作的。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问题，每款产品上架之前我都会自己试用。所有的产品都先试用一下。必须的。这个呢？这不是我找的，这是佳佳推荐过来的。那至于上不上架，还要再讨论。我觉得上架也未尝不可，因为我们是线上购买，减少了一部分顾客的尴尬。那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这方面的经验我基本没有。我也基本没有。那等有空的时候试一试。吃你的吧。陈经理。夏组长。你在我这儿找什么呢？那个王经理，他想要一下咱们 APP 产品界面的排版，这他要的急，你又不在，我就自己翻了一下。我帮你拿。好。就是这个。行，那我先过去了。
要不还是我去送你吧。不用了，老公，医院离你的诊所那么远，等我以后成大肚婆的时候，有你照顾的。啊，那你上下台阶的时候要小心啊，坐电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别被人碰着什么的。知道了，上班快迟到了，快去吧。行，那我走了啊。你检查完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啊，这些盘子你也别收拾了，我下班一起收拾，好吧？好。那我走了。你早点回来。好，走了。因为我在乎你，我不想让你讨厌我。我答应过你，不能再做个坏人。我想守住这个承诺。双双姐，晚上一起吃饭吗？双双姐，你想什么呢？我叫了你好久了。哦，你叫我什么？我说晚上一起吃饭吗？哎，我有一个朋友遇到点事儿，他也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想让我帮他分析分析。好啊。那你那个朋友什么情况？我们过去说。来。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总之呢，我那个朋友对那个男的还有感情，但是他又不确定那个男的是不是能改过自新。你说他到底应该怎么办？双双姐，你故事里的那个朋友就是你自己吧？啊，还有，故事里的那个男人，就是秦总吧？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无中生有，这都是老套路了，怎么能瞒得住我呢？再说了，你跟秦总这个感情状况啊，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好吧？你小点声。那你别说啊。哎呀，算了，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吧，你不用想那么多。我记得有个什么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啊，这个人类啊都有迅速判断这个人是好是坏的本能，这是10几年训练出来的能力。你如果要是想知道秦总这个人是好是坏，那你就回忆一下你对他的第一印象不就完了吗？第一印象？尤其是女性，我觉得咱们女生啊，这个直觉要比理性分析往往来得更准确。这应该是个小虎斑吧？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生了重病呢。那你给他治病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钱不重要，毕竟是一条小生命。你还挺善良的。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我善良。为什么？那说明他们不了解你啊。我觉得你人挺好的。你才认识我多久，你就觉得我人挺好的？一个人好坏跟认识多久有什么关系？应该看直觉。我直觉可准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自己心里总有些事儿过不去，我不太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了。原来很相信直觉，可是我怕我再错一次。我看啊，现在的问题不是你相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他。好，下面该夏组长了。抱歉啊，我想插个队，能不能让我先陈述啊？我没问题，那就让陈经理先。
我选品的主要方向呢是美妆，其中主产品呢就是这款面膜。这款面膜它在成分和配比上都用了非常大的心思，里面不仅含有现在很多的国际大牌面膜都在用的美白和抗氧化成分，也就是烟酰胺和1.252醇。其次呢，还有多种的植物萃取精华，能够抑制我们皮肤黑色素的合成，同时呢，也能增强我们皮肤的免疫力和透明度。陈经理。这款面膜上个星期因为防腐剂和荧光剂严重超标的问题已经被骂上了热搜，你都不看新闻的吗？陈经理，您不会是这家化妆品店的股东吧？这么卖力的想把他家产品放在我们长盛 APP 上，股东倒不至于，该不会是拿了回扣吧？陈经理，有事儿吗？想问一下你，你的面膜方案是不是在我文件里看见的？太抱歉了，是我工作的疏忽让你出丑了。你是故意的？我就是想跟你说，公司不是你搞手段、耍小聪明的地方。既然你都选择了来长盛工作，要有起码的职业道德，不是靠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上位。不想跟你说这些。你。怎么了？有心事啊？啊，是有一件事，一直憋在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什么事啊？你不是之前答应过我，不再做坏事儿，做回一个好人吗？那为什么你还要投长盛的 VIP 客户资料？如果我现在说，你愿意相信我吗？你先说嘛。那天我在天台上说的一切都是真心话。我是真的想跟薛总断绝关系，我是真的想摆脱过去的身份，所以我去找薛总，想跟他撇清关系。结果他答应让我离开，可是前提是要让我再做最后一件事，就是偷长盛贵宾客户资料。我想，为了遵守我对你的承诺，为了希望以后能够陪在你身边，我答应了他这个交易。只是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也算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吧。其实现在想想也觉得好笑，我那时候到底怎么想？怎么会透过做一件坏事，去让自己变成一个好人呢？原来是这样。你喝点汤。相信我了。好吃吗？你现在可以吃了。我们线上还有线下的推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别忘了啊，做最后一次线上的测试。好的，没问题。你盯着。夏组长，盛总
请您去趟办公室。好的，我知道了。哎，王经理，什么情况啊？这都没看出来啊！你们这观察能力也太差，能不能敏感一点？真在一起了？前2天，我都看见盛总在撩夏组长的头发。说追回来就追回来，咱们盛总可以呀。赶紧工作啊！子晴，你把昨天那个项目给我看一眼。拉着你来了吗？这不是还用呢？是不是？盛总，怎么工作时间就要过来啊？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反正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追你。假公济私的见一面，不很正常吗？什么事儿？明天我们的 app 就要上线了，这是我们设计的品牌 logo， 你看一下。怎么是个小奶牛啊？不像你的风格呀，这么可爱。这是什么呀？一个耳钉上面写个8910。89不离10，你忘了？夹带私货啊？不行。工作时间不合适吧？刚得到消息，长生那边的 app 也是明天早上8点钟上线。哎，秦总，要不要咱们调整一下时间，抢先一步提前上线？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我觉得就不必了。因为毕竟也不是谁提前1-2个小时上线就能够占领市场，归根结底，消费者看的还是服务跟产品。好吧。小家伙，吃饱了就睡觉。哎，幸亏当时他救了你，要不然我也不会遇见你。你说，我应不应该相信他？相信我的直觉。好啦，知道啦。呀。回来了。你回来啦？今天就不做饭了，我带了一些日本料理，我们就简单吃就好了。好。你哇！你的给。这么晚了，别喝咖啡了，要不然该睡不着了。你这是在关心我吗？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我想说，等一下。喂。好，那我安排一下。好的。朗月想要在开发区拿块土地开新酒店，所以吴董让我去考察一下，可能需要花个3-4天。这几天的晚餐我就不能陪你吃了。哦，知道了。对了，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哦，没什么事了，等你回来再说吧。哦，对了，你那牛奶记得趁热喝，有助于睡眠。
夏组长，我看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呀？这个 APP 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我相信每个人的能力，怎么会差呢？大家安静一下，盛总有话要说。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长盛的 App 上线以后，整体的下载量、订单量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后台显示、评分还有用户的体验感都挺不错的。在这儿呢，我代表长盛感谢在座的每一个人。盛总还给大家买了礼物，每个人都有。黄经理，选一个。谢谢。来，您等一下。来，男生是领带，自己选，自己选啊！来，夏组长，这段时间最辛苦的就是你了，最应该感谢的也是你，谢谢你啊。王经理，您言重了，这个花儿，哎，王经理，这花是送给您的，您可不能转手送给别人。是。这段日子辛苦你了。谢谢盛总。好浪漫呀！我去忙了。羡慕死了。大家都做了工作，凭什么他夏浅最风光啊？这小衣服也太可爱了吧！你看，这个粉色的好看还是蓝色的好看？都还行。天呀，这个亲子服也太好看了吧！你快看，萌嘛，你不会真以为你自己怀孕了吧？哎呀，反正早晚也是要怀孕的嘛。你别太当真了啊！过了这几天，你可就演不下去了。唉，如果这个小朋友是真的该多好呀！哎，反正你这个孩子要掉，那为什么不让夏浅把他弄掉啊？这样成天哥就不会再理他了。这不太好吧？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啊，这个事儿要是一出，何志俊肯定心疼死了，那还不加倍对你好啊？可是现在志俊他已经对我很好了，我也不想让他愧疚，我就是想让夏浅赶快离开就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跟你老公都还年轻，以后迟早要孩子的呀，你总不想到了那个时候还要为夏浅的事儿烦心吧？还有啊，母亲的情绪可是会影响胎儿的健康的。好吧，那都听你的。快吃吧，把你们餐饮部要卖的产品那个单子，这样我们好做筛选。知道了。没什么事儿了，去忙吧。你喜欢吃虾吗？我惦记这个虾惦记好久了。是吗？可好吃了。我怎么摆了2个碗啊？我都忘了他出差了。双双姐，你跟秦总的事儿说开了没有？他出差了，所以还没说呢。你得抓紧啊！哎呀，感情这种事儿啊，犹豫就会败北的。以我多年看言情小说的经验来讲，女主一般犹豫了，准得出事儿。不行不行！你什么时候回来？撤回撤回。哎，怎么还撤了呢？
喂，喂，你怎么把信息撤了呢？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想我了吧？没什么，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买菜。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我应该后天早上就能回来了。后天？哦，你不是说3、4天才会回来吗？我这不是怕你一个人没人陪你吃饭不习惯吗？那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好嘞。后天。喂，是秦河伯家属吗？秦先生受伤住院了。什么？不是，他伤得严重吗？说不明白就别明白，不必探究，只要开怀。无意中撞见美丽的海，想立刻转程带你来。人类奇怪，见怪不怪，不管好坏，只要期待。交出一颗心，哪算慷慨？讨一辈子高利贷。多好玩的爱，多复杂的爱，多无语的爱。你可以耍赖，也可以瞎猜，你不用学乖，别担心未来。你可以气急败坏，死性不改，反正有我在。你可以耍赖，也可以瞎猜，上天的安排没有人取代。你可以故意释怀，对半重来，反正我都在。被宠着的人永远都是小孩。别让等待辜负等待，人的耐心是种能耐。哪里会有花种下就开，长旅途不必走多快。没有活该，只有应该，我们一同更爱现在。我买了糖果整整1袋，是昨天你想吃那块。多费力的爱，多简单的爱，多糟糕的爱。你可以耍赖，也可以瞎猜，你不用学乖，别担心未来。你可以气急败坏，死性不改，反正有我在。你可以耍赖，也可以瞎猜，上天的安排没有人取代。你可以故意释怀，推翻重来，反正我都在。